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7 Pro 6850U CPU 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GMK 即摩客 M7 Ultra。這是一台升級鋁合金機身和超級大盲關接口的即摩客終端迷你電腦，在1000元到2000元價位的迷你電腦中，同時有2個 USB-C 接口和 Aux-Link 接口，還有雙 2.5G 網口和 HDMI 2.1 接口，內部有雙 M.2 PCIe 4.0x4 接口。這樣的我們稱之為有着超級大盲關接口的小主機是最有競爭力的產品。那麼大家覺得您想購買的1000元價位的終端迷你主機是否有必要具備上述一般旗艦小主機裝置的超級大盲關接口呢？GMK M7 Ultra 装置的 CPU 是 AMD Ryzen 7 Pro 6850U 8核16線程低壓移動 CPU， 內置 AMD Radeon 680M 核顯，雙通道 DDR5 內存4800兆赫茲，雙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視頻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6E， 前置 Aux-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所有的配件都在這兒了 ，HDMI 線纜、顯示器背架和螺絲、說明書。這單槽小電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機是全鋁合金機身，還有一個塑料頂蓋，上面有提示逆時針旋轉頂蓋可以打開，左上角有即摩客的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 Aux-Link 接口，可以 PD 輸入 DP 輸出的全功能 USB-4 接口，雙 USB 3.2A 口，耳麥接口，電源開關鍵。後面板雙 USB 2.0 接口， DP 2.0 接口， HDMI 2.1 接口，雙 2.5G 網絡接口，可以 PD 輸入 DP 輸出的全功能 USB-4 接口，19伏電源接口。後部、底部、雙側都有通風口。逆時針旋轉上蓋可以打開上蓋。這是背部系統風扇。再取下4顆螺絲。揭開風扇，看看內部接口情況。右邊這個背部系統風扇是用來給內存和 SSD 散熱的。2條 DDR5 內存插槽，最大4800兆赫茲，2組空置的2280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這是 RJ616 WiFi 6E 無線網卡。我們拿到的是準系統，給它裝上現在價值2000元的2條英偉達 DDR5 5600兆赫茲內存，都知道了吧？明年就沒有英偉達這個零售內存品牌了。裝上一條 2T 容量的愛國者 7000Z NVMe SSD， 二手可以賣出800元。這幾個配件加起來可比準系統小主機貴多了。BIOS 首頁裡顯示 32G DDR5 4800兆赫茲內存，而且首頁就可以修改性能釋放，有安靜35瓦、平衡45瓦、性能54瓦3種選擇。我們選擇了性能模式來做今天的測試。這裡可以設置來電自啟，這裡可以修改顯存大小，最大16G。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64 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 ，CPU 直接一條直線跑在54瓦，整機功耗跑到77瓦左右 ，CPU 頻率穩定在4G 赫茲。我們單烤了1小時，室溫20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到80度 ，SSD 最高溫度44度。散熱不錯。我們用即摩客 M7 Ultra 迷你主機的 Ryzen 7 Pro 6850U CPU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13分4秒，共計784秒。784秒的成績處於 6900HX 和 6850H 相當的水平。CPU-Z 多線程 6009.8， 单線程 648.3， 多線程稍低於 6900HX。和 6850H 差不多。
Geek Bench 5多核9683，单核1549，多核成绩还是低于 6900HX， 但超过了标压的 6850H。 Geek Bench 6多核10190，单核2113，仍然比标压的 6850H 强，低于 6900HX。 Cinebench 223多核13398，单核1528，和 6900HX 6850H 處於相同的水平。Cinebench 2024多核752，單核90，多核比 6900HX 和 6850H 強上一點點。Passmark 多線程25381，單線程3422，多線程稍低於 6900HX 和 6850H 處於伯仲之間。綜合上面的比較，8和16線程的 Ryzen 7 Pro 6850U 性能稍低於 Ryzen 9 6900HX， 和標壓的 Pro 6850H 意外的差不多，互有勝負。然後看娛樂大師總分1185571， CPU 得分627990。我們給 Ryzen 7 Pro 6850U 運行 OpenW 測試， AES 724,196， XX20 395,200， CoreMark 388,789。在 CoreMark 成績上，它和 6850H 真差不多，稍低於 6900HX。 都來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接着玩遊戲，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鋸齒，普通場景80幀左右，複雜場景60多幀。英雄聯盟 1080P 高畫質，最後大團戰平均90幀左右。原神 1080P 高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50幀左右。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自定義畫質 FSR3 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60幀每秒。實戰一下。
這就是 Radeon 680M 核顯帶給我们的游戏體驗。先來看一下遊戲時的溫度情況。CPU 最高 79.2 度，內存做顯存最高51度 ，SSD 最高45度，散熱表現不錯。看一下 3DMark 的圖形得分 ，TimeSpy 2444 ，Firestreak 6850 ，StillNoman Lite 17.69 FPS， 穩定度 98.6%。我們把 3DMark 的數據做成圖表 ，6850U 的 680M 核顯成績和其他 6850H 其實差不多，和 6900HX 也差別不大。顯示輸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Hz 8位 RGB 顯示信號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我們的顯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頻到 160Hz， 此時這台小主機可以輸出 4K 160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連接索尼 OLED 電視 HDMI 接口能夠輸出 4K 120Hz 10位 USB-C R444 顯示信號。Radeon 680M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4K 60幀 VP9 視頻。YouTuber 4K 60幀 VP9 視頻流暢播放。我自己加裝的硬盤測試7000兆比每秒，這是 PCIe 4.0x4 的 NVMe SSD 的最好成績。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我們還測試了小主機的 WiFi 網卡，這次是 RZ616 WiFi 6E 無線網卡，跑到了839兆 bps， 算是我的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無線性能了。Intel i26-V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erf 3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 2.35G， 跑滿了帶寬。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GMK 即墨克 M7 Ultra 裝置了軟7 Pro 6850U， 在 Windows 下的最高性能釋放是54瓦，功耗表現我們列表給大家看，最高沒有超過80瓦，120瓦的單槽小電源能夠輕鬆搞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 39.1 度 ，SSD 待機溫度42度。生產力測試 CPU 100%的時候，機身只有45分貝，放到耳邊位置只有38分貝。它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GMK 即墨克 M7 Ultra 它裝置了 AMD Ryzen 7 Pro 6850U CPU， 出廠最高54瓦的功耗釋放，性能稍低於 Ryzen 9 6900HX 和標壓的 Pro 6850H， 幾乎打了個平手。在1000元到2000元價位段的小主機中，它幾乎就算是性能最強的那一波。M7 Ultra 的旗艦級大滿貫接口，在這1000元機中是非常有競爭力的。超級大滿貫接口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這是一台很難過時的小主機。它有雙 2.5G 網口可以做軟路由，它有滿血 HDMI 2.1 接口可以做最高等級的 HDBC， 它有 AUXLINK 接口可以外接顯卡坞， AUXLINK 還可以外接多盤位硬盤盒。USB 4接口能外接萬兆網卡，那麼它完全可以轉型成為一個有萬兆存儲功能的家庭服務器。這樣的小主機可玩性非常高，缺點嗎？幾乎沒有，但是內存和 SSD 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對於想購買這台優秀小主機的朋友是個考驗啊。總結一下 ，M7 Ultra 裝置的 Ryzen 7 Pro 6850U 54瓦的性能釋放。多線程性能接近 6900HX 和 Pro 6850H 也能幾乎打個平手，散熱靜音都優秀，滿血全功能 USB 4能接入 PD 電源，輸出 DP 信號一線通，甚具超級大滿貫接口，接口兼容性超級完美。即墨克這台 M7 Ultra 是一台目前來看仍具相當吸引力的1000元機，它不但能用現在，還可以戰未來。我們對 M7 Ultra 給出強烈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我是老白，歡迎大家點個關注，謝謝朋友們的觀看，再見。